为什么巴菲特说被哈佛拒绝是他这辈子遇到过最幸运的事儿？欢迎来到小爱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我们说到，心高气傲的小巴去哈佛面试被拒，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滑铁卢。回到家后，为了赶紧找个学校把研究生文凭搞到手，好给老爸一个交代，他跑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开始拼命翻阅其他大学的招生目录。翻着翻着，他拿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宣传册，就在他的视线扫过商学院教授名单时，突然愣住了。他死死盯着上面两个名字：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巴菲特当时激动得差点在图书馆里叫出来。这俩人是谁呀？在巴菲特眼里，他们就是神仙下凡。因为他在上本科的时候读过一本叫《聪明的投资者》的书，作者就是格雷厄姆。这本书巴菲特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书皮都翻烂了，里面的内容几乎就能倒背如流。而多德呢，他是格雷厄姆最早的徒弟。当年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时候，格雷厄姆被打击得很惨，但他继续选择在哥大教书，多德就是他在课堂上负责记笔记的助手。这些笔记后来被整理成了另一本投资圣经《证券分析》。当时巴菲特一直以为这种写出投资圣经的远古大神应该早就退休或者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是活的，而且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于是巴菲特二话不说，立刻拿起笔给大卫多德写了封信，而且他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多德教授，我一直以为你们俩早就过世了，但既然你们还活着，而且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那我实在太想去你们那儿上学了。这个搭讪方式也是没谁了，真的是个铁憨憨。而且当时已经是8月中旬了，距离哥伦比亚大学开学只剩不到1个月，早就过了招生时间。按理说这种申请学校看都不会看一眼，但你猜怎么着？收到这封信的大卫多德不仅是个教授，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他看了这封信，不仅没觉得冒犯，反而觉得这个中西部来的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居然真的把他们写的书看进去了。于是多德就动用了副院长特权，大笔一挥，给巴菲特开了个绿灯，破格录取了他。就这样，巴菲特像个去朝圣的信徒一样，收拾好行李，一头扎进了纽约。到了纽约之后，巴菲特为了省钱，找了个最便宜的地方住，一天只要1毛钱的基督教青年会 YMCA。 没错，就是川普那个 YMCA。 但是呢，巴菲特可不是穷光蛋，他身上带着米勒奖学金提供的$500，还有他老爸给的$2000，计算毕业礼物，也是不许他抽烟的部分协议。另外，巴菲特自己还攒了$9800，其中一些投资了股票。不过呢，因为他把每块钱都看成是将来某一天的10块，所以除了必要花销，他是绝对不肯多掏半个子儿出来的。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去见自己的偶像。在哥伦比亚大学，巴菲特首先接触到的就是给他开绿灯的大卫多德教授。多德在学校负责教基础的金融学课程。作者说，他是一个脾气温和、平易近人的人，就像个慈祥的老父亲。他上课的时候总是鼓励大家发言。巴菲特在课堂上可谓如鱼得水，把他从小积累的那些看财报的本事全展现出来了，所以多德特别喜欢这个年轻人，经常在课后给他开小灶，后来甚至还给了巴菲特一个 A+ 的满分成绩。但是尽管多德教授很好，巴菲特心里最渴望见到的还是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这套投资理论的祖师爷本杰明·格雷厄姆。不过在讲巴菲特上他的课之前，我得先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在格雷厄姆出现之前，早期的华尔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说白了就是个大型合法赌场。那时候的人买股票，很少有人去看什么公司基本面，也不看财务报表的，大家全靠听小道消息，或者看着 K 线图画线。这感觉就跟看风水和占星术差不多。是格雷厄姆第一次把投资这件事变成了一门科学。他教会大家，投资是去研究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内在价值。而且跟温和的多德教授不同，格雷厄姆是个真正的华尔街实战派大佬，他自己就经营着一家投资基金，平时极少在学校露面，只教一门最高阶的金融研讨课。他身上自带一种天才的傲慢和距离感。我们前面几集讲过，巴菲特从小就天资过人，而且非常会赚钱，但他的脑子里一直没有一套完整的投资体系，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一家公司定价。而格雷厄姆的出现，就像是给巴菲特这台高配电脑装上了最匹配的操作系统。
在哥伦比亚大学课堂上，老师教给了他3大法宝，也正是这3个秘诀，就此奠定了巴菲特前半生的财富基础。第一个法宝就是确立正确的投资观，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格雷厄姆说，股票不是代码，它代表着一家家真实的公司。你买股票就是买了这家公司一部分的所有权，而买入的价格应该是你愿意为这个资产支付的价格。这个观念让巴菲特彻底摆脱了赌徒思维。那第二个法宝叫做安全边际，当时也可以叫检验地儿理论。什么意思呢？格雷厄姆在黑板上给学生们算了一笔账。假设有一家公司，它账上的现金、厂房还有设备这些资产全部加起来，就算明天原地破产卖废铁，也能卖1000万美元。但是呢，因为现在行情非常不好，大家都在恐慌抛售，这家公司在股市里的总市值跌到了只有500万美元。格雷厄姆说，这个时候你闭着眼睛买进去就对了，因为你花5毛钱买到了价值1块钱的东西，这中间那5毛钱的差价就叫安全边际。他强调，投资是建立在估计和不确定性上的，只有留出大范围的安全边际，才能保证你不会因为算错账而满盘皆输。说白了，投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亏本。巴菲特后来给这个理论打了个形象的比方，他说，这就像你走在街上，看到地上有个别人抽剩下扔掉的烟头，他看起来确实有点恶心，也抽不了几口，但关键是它是免费的呀，你弯腰捡起来，免费抽最后一口，你是稳赚不赔的。这就是早期的价值投资，去垃圾堆里找那些跌破了净资产、便宜到没朋友的公司。巴菲特当时坐在台下，眼睛听得直放光。你想想看，他从小是个什么性格？缺乏安全感，最讨厌不确定性，骨子里就是个喜欢低风险稳收益的人。所以格雷厄姆这套理论简直太对巴菲特胃口了。只要算清楚账面的清算价值，只要买得足够便宜，就不可能亏钱。这让他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底，觉得无比踏实。紧接着，格雷厄姆抛出了他第3件法宝——市场先生的比喻。很多人炒股每天都盯着盘面，股票一涨就觉得公司天下无敌，股票一跌呢就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情绪很轻易就被牵着鼻子走。但格雷厄姆告诉巴菲特，你要把股票市场想象成一个和你合伙做生意的老头，我们叫他市场先生。这个先生呢有个毛病，他是个躁郁症患者，他每天都会跑来敲你的门，给你报一个价格，问你要不要买他的股份，或者把你的股份卖给他。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满眼都是利好，给你报一个高得离谱的价。当他心情崩溃的时候，他觉得天都要塌了，就会给你报一个跳楼价。格雷厄姆说，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不是来指导你的。他每天报价，你完全可以不理，他的情绪也绝对不应该影响你对价格的看法。只有当他报出一个不理智的低价时，你才利用他的神经质买入他的资产。当他狂热上头时，你再把资产高价卖给他。这套理论让巴菲特茅塞顿开，在格雷厄姆的研讨课上，他就像开了挂一样。作者说，当时他们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2战退伍老兵，年纪要比巴菲特大得多，甚至还有华尔街的职业交易员。但每次格雷厄姆在讲台上提问，问题都还没问完，其他学生还在低头翻资料，巴菲特的手就已经举到半空了。他不仅能瞬间爆出各种公司的财务数据，还能跳出格雷厄姆书里的某个小错误，把同学们全部看傻。不过呢，巴菲特也从来不是只在课堂上学习的人，他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去图书馆，疯狂研究老师本人的投资履历。他想搞清楚格雷厄姆自己到底买了些什么。研究着研究着，他发现了一个细节，老师竟然是一家叫 Gecko 公司的董事长。他当时心里就想，老师都重仓的公司，我必须要研究得透透的。但是呢，这家公司的总部远在华盛顿，普通学生大概就会去图书馆查一查资料，看看财报就完事儿了。但巴菲特不是普通学生。1951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六，20岁的巴菲特一个人从纽约坐火车直奔华盛顿。他没有预约，没介绍信，谁都没通知，就这么孤身一人跑到了 Gecko 总部门口。结果呢，大门紧锁，因为周末没人上班。那换做一般人可能就先回去了，但巴菲特没走，他站在那扇紧锁的大门外，一下又一下的敲。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清洁工大叔终于过来开了门。巴菲特问大叔：“请问今天楼里有人吗？”
清洁工说，今天周末只有楼上的 Davidson 先生一个人在加班。巴菲特立刻甜言蜜语地让大叔带他上楼，推开门见到了这位 Davidson 先生，他是 Gecko 的财务副总裁。巴菲特自我介绍说 ：“Davidson 先生您好，我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学生，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想跟您请教一些关于这家公司的问题。” Davidson 一听是大老板的弟子，态度立马就变了。他本来可能只准备给小伙子几分钟的时间，结果呢，他俩聊了整整4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里，Davidson 把 Gecko 的商业模式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巴菲特。他说 ，Gecko 做的是汽车保险业务，但和同行不一样的是，他们不用经纪人，直接通过邮件营销，省下了一大笔渠道成本，所以总能以超低的价格出售保险。而且更绝的是，保险公司都是先收客户的保费，等出事儿以后才理赔。这中间的时间差，他们可以合法的拿这笔钱去股市投资。说白了，就是拿别人的钱免费用，而且还能再赚一笔。这在金融界叫做浮存金。那这个商业模式对巴菲特来说简直是超级无敌有吸引力。他认为这是一家永远不可能赔钱的企业。一回到纽约，这个平时花1毛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抠门仔，竟然卖掉了自己绝大部分股票，重仓押进 Gecko。正是格雷厄姆和 Gecko 给年轻的巴菲特种下了保险浮存金的种子，这也为他后来建立伯克希尔保险帝国打下了思想地基。而接待这位无名小子4小时的 Davidson 先生，后来不仅成了 Gecko 的 CEO， 还和巴菲特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你看，机会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属于那些愿意在寒冷的周六从纽约坐火车跑到华盛顿，然后死命敲一扇紧锁大门的人。回到学校以后，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之间也产生了一种非常难得的思想共鸣。到毕业时，他竟然拿到了格雷厄姆教书生涯唯一一次给出的 A 加。拿到 A 加的巴菲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他不想回奥马哈了，他想留在纽约，想留在偶像身边。毕业前夕，巴菲特兴冲冲地跑到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站在偶像面前，满怀期待地说：“老师，我想留在您的公司工作，我不要工资，我愿意免费给您打工。”你想想啊，全班第1名，一个天赋异禀的投资奇才，不仅不要钱，还倒贴着来给你干活儿。换做任何一个老板，估计做梦都要笑醒了。但你猜怎么着？格雷厄姆看着眼前这个满怀期待的得意门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冷冷地拒绝了他，连一个打杂的机会都没给。巴菲特顿时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是最好的学生，为什么老师连免费劳动力都不要？带着满心的失落和不解，巴菲特只能郁闷地收拾行李，坐上了回老家奥马哈的火车。所以问题来了，格雷厄姆当年为什么要拒绝他？我们下集接着聊。